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同在。今天呢，我們還是來和大家分享《列王紀上》第2章的第1節到第9節中的信息。上一期節目中呢，我們簡單的把這段經文捋了一遍。那麼我們大概的對這段經文已經有了一定的理解。這就是大衛在臨死之前對他的兒子所羅門所說的話。那麼大衛在這個世上最後對所羅門的交代，一定是最重要的事情。我們上期節目中已經提到了，最重要的事情中大約分2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就是理論部分，第二個部分就是應用的部分。就像今天的牧師講道一樣，有真理，也就是理論部分，也有實際的應用部分。否則呢，我們只知道道理，但是實際生活中不知道怎麼應用，這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而我們看到大衛对所羅門的交代就不是這樣的。首先他提出了一个真理，就是說所羅門你要做王的話，那麼你要知道在你的上面還有一個神，凡事要聽神的。雖然你是萬人之上，但是你知道還有神比你更大。那麼只要你遵行神的律法，遵行他的道，你做什麼事情就都能夠成功。如果你不遵行的話，那你的王就沒辦法做。這就是理論部分。然後呢，他就舉出了一些應用的部分。也就是說呢，在神這個道的總框架之下，也就是總綱之下，你管理這個國家，管理這些人應該怎麼辦？什麼樣的人應該怎樣的去對待？我想後邊的實際應用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我們在後邊大衛對所羅門交代的這些事情中，我們也能察覺到一些我們所不能理解的，也就是上一期節目我們跟大家所提出來的這個問題，也就是他交代所羅門要對待西魯雅的兒子約押，說這個人呢，在和平的時期流人的血，殺了以色列的2個元帥，也就是尼爾的兒子亞尼爾和以帖的兒子亞瑪撒。對於這樣的一個人，大衛說，你要憑你的智慧而行，不要讓他白髮到老，平平安安的下陰間。這句話我們乍一聽的話會覺得大衛這個人還是很陰險的。在臨死的時候，他要求所羅門，你要憑智慧而行。什麼叫憑智慧而行呢？就是說你要見機行事。因為約押畢竟是3軍的統帥，手中是有大權的。那麼作為這樣的實權派的人物，你做事情一定要小心，絕對不能夠硬碰硬，要見機行事，不要讓他白髮到老。我們知道約押是誰呢？約押是大衛姐姐的兒子。這裡邊經常提到約押的時候，就是說西魯雅的兒子約押。西魯雅是大衛的姐姐。我們看到聖經中經常說誰誰誰的兒子，一般都是用他的父親來引出他的兒子。比如說尼爾的兒子亞尼爾，尼爾呢是亞尼爾的父親。而這裡提到約押的時候，都是說西魯雅的兒子約押，卻從來沒有提過約押的父親。是因為大衛名氣比較大，而西魯雅是大衛的姐姐，是這個緣故嗎？理論上應該不是。唯一我們能夠理解的原因就是西魯雅應該是一個非常強悍的女人，甚至呢，她的家庭地位已經超過了約押的父親。也就是說，約押的這個家庭來說，他
他的母親是很強悍的，所以說呢，外界都知道他有這樣的一個母親。而希路亞所生的3個兒子都在大衛的軍隊裡邊做元帥，而且每一個都非常的生猛。那麼既然約押是大衛姐姐的兒子，理論上來說这個年紀肯定是比大衛要年輕，同時呢比所羅門要年長很多，甚至呢比所罗门的哥哥押沙龙可能還要大一些。那麼大致就是這樣的一个人物關係。也就是說，大衛臨死的時候，大衛已經老邁了，已經老了，而這個約押正值壯年。我們知道大衛死的時候70歲，所羅門接過國王的時候才20歲，那可能這個時候的約押大概呢也許是40-50歲這樣的樣子。那麼這樣的一個年齡段，手上又有權力，而且正值壯年，約押是很難對付的。其實本來大家都是親戚，按理說呢，這約押呢是所羅門的大表哥，大衛本可以把約押當做一個托孤的老臣，把所羅門交給約押。但是呢，大衛在這裡卻說，你得小心，這個人呢不能留，不要讓他白髮到老，平平安安的下陰間。就是說呢，你上台之後找個機會就要去處理他的問題。如果是當時約押40-50歲這個樣子的話，也就是說呢，不能讓他活到起碼大衛的這個年紀。但是這裡面也有一個問題，這就是大衛明明知道這個約押對於所羅門來說可能是一個威脅，但是大衛自己為什麼不處理這件事情？大衛為什麼在活着的時候他不把約押殺掉呢？何必把這個燙手的山芋留給他年輕的兒子所羅門呢？可能有些人已經知道這個答案了。也就是說呢，約押的手中有大衛的秘密，也就是說大衛有把柄在約押的手上。這段故事呢，應該很多朋友都知道了。當年大衛跟拔示巴犯奸淫的時候，拔示巴也就是所羅門的母親，這拔示巴呢是一個有夫之婦，她的丈夫烏利亞是大衛手下的37勇士，而這個勇士當時就在約押的手下一起呢對外征戰。那麼大衛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後，拔示巴還懷孕了。那麼大衛呢，為了掩蓋這個事實，就差人呢跟約押說，你把這個烏利亞給我叫回來。叫回來之後，他就對這個烏利亞說，你回家陪老婆。但是呢，烏利亞是個很耿直的人，他說前線的將士們正在奮勇殺敵，我怎麼能回家陪老婆呢？而大衛說，那好吧，今天不回去呢，你就先住在這兒，明天再說。到了第二天，大衛呢又擺下酒席，把烏利亞給灌醉了。他覺得烏利亞喝醉了之後總會想他老婆吧，那麼喝醉了他一定會去找他的老婆。沒成想這個烏利亞喝醉了以後，他還是能夠把持住自己，仍然沒有回家。所以最後就沒辦法，大衛就寫了一封密信給約押。信的內容就是說呢，讓約押在前線找個機會讓烏利亞戰死。結果約押也就照做了。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來講，大衛犯下了如此嚴重的罪行，約押是知道的，而且最後的這個爛攤子是約押幫大衛來收拾的，也就是大衛幹的醜事，約押幫他去擦屁股。
那麼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來講，大衛面對約押的時候，他的內心是有一定的波動的，也就是自己有把柄在人家的手上。那麼在这樣的一种情況下，大衛敢不敢殺約押呢？我覺得大衛是不敢的，因為誰能篤定當年大衛寫給約押的那封信，大衛是燒了還是一直留在身上呢？如果大衛要殺約押的話，約押把大衛當年的醜事說出來，把這封信拿出來，大衛怎麼辦呢？所以說大衛活着的時候，他是不敢殺約押的。但是呢，如果所羅門上位了以後，那情況就不一樣了。所羅门上位了以後，大衛的把柄对於約押來講沒有用了，因為大衛已經不在了，大衛死了。那約押再拿出這件事情來說事，那誰知道這是真是假呢？這叫死無對證。而大衛為什麼一定要所羅門去除掉約押呢？其實我覺得大衛的理由就是，大衛認為約押一定是忠於自己的，只要大衛活着的時候，約押絕對不會對大衛構成什麼威脅，因為約押是絕對忠實於大衛的。但是所羅門就不一定了，大衛心裡邊是覺得約押雖然忠於自己，但不一定忠於自己的兒子。這是大衛對約押的最基本的判斷。如果約押不忠實於所羅門，那麼對於所羅門來說，約押就是一個極大的隱患。但是用這樣的理由去殺掉約押合不合適呢？當然是不合適的。以上這些都是我們從人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那如果說大衛覺得約押有可能某一天會反對所羅門的話，那就要把約押殺掉，這是不對的。所以大衛給出了另外的2個理由，也就是約押殺掉了押尼珥和亞瑪撒。說約押殺掉這2個人的時候，不是在戰爭時期殺掉的，而是在和平時期殺掉的。那麼押尼珥是誰呢？押尼珥和掃羅是堂兄弟，也就是掃羅當國王的時候，押尼珥是他手下的一個元帥。我們看到當時都是用親戚啊，大衛當王的时候用的自己的親戚當元帥，掃羅當年也是這麼幹的。掃羅就用他的堂兄弟押尼珥來當元帥。後來掃羅死掉了之後，那麼押尼珥就支持掃羅的兒子繼續當王。也就是說呢，自己的兄弟死掉了之後，就支持兄弟的兒子，自己的侄子来当王，這個無可厚非。而後來呢，在與大衛對抗的時候，那麼掃羅這一方算是落敗了，所以呢，押尼珥就歸順了大衛，這樣就相當於一員大將又歸順到了大衛這裡。很顯然，對於約押來說，這是潛在的競爭對手，所以約押不喜歡他，所以約押就想辦法把他除掉了。那麼這樣的一個事情对於大衛來說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當時大衛作為南國的王，作為猶大王，整個北國都是屬於押尼珥這一方的地盤。整個北方歸順到了大衛之後，大衛這一方卻把這個北方的元帥給殺掉了，也就相當於剛剛談好的和平進程，你把对方的3軍總司令定點清除了，也就是斬首行動。這讓大衛怎麼交代這個事情呢？這讓北國的百姓怎麼來想這件事情呢？也就是說，約押做這件事情對於大衛來說，嚴重的影響了大衛和平治國，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雖然聖經也提到約押殺掉押尼珥，
本來呢是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也就是押尼珥曾經殺掉了約押的弟弟，那麼約押是為弟弟報仇，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理由。但是我們深層次的是不是能夠看到約押除掉押尼珥这件事情，雖然是以為自己的弟弟報仇為理由，這其中是否也蘊藏着一些私利呢？也就是說，約押做這件事情不僅僅表面上看上去是為弟弟報仇，而實際上深層次的算是除掉了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但是正在兩國進行和平談判的時期，約押做這件事情的的確確是給大衛惹了很大的一個麻煩。所以大衛說約押做這件事情是不對的，他是不應該殺掉押尼珥的。如果两軍對戰的時候殺掉也就殺掉了，但是呢，人家已經歸順了，已經投降了，投奔到我們這一方來，你反而還殺掉人家，這是不合道理的。另外一個就是以帖的兒子亞瑪撒。亞瑪撒是誰呢？亞瑪撒的媽媽也是大衛的姐姐，大衛另外的一個姐姐。也就是說，約押和亞瑪撒這是表兄弟，他們跟所羅門、押沙龍這些大衛的兒子們，他們之間都是表兄弟，都是親戚。而當年押沙龍叛變的時候，也就是押沙龍起來反对大衛的時候，他是立了亞瑪撒來當他的元帥。後來呢，押沙龍這一方戰敗了，押沙龍也死了，而大衛呢並沒有難為亞瑪撒，因為亞瑪撒也是大衛姐姐的兒子，也是他的外甥。他就說你回來繼續做你的元帥吧。但是对於這樣的一個人來說，相對於約押仍然是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都是大衛家的親戚，而且都是當過元帥的人，所以呢，約押把這個人也殺了。大衛同時拿出了一樣的理由，也就是說，如果在戰爭期間你把他殺了，這就算了，但是人家已經是歸順了，你在和平時期把人家殺了，這就不對了。所以這就是大衛通過摩西律法，通過他所遵行的神的道所給出的理由，也就是不管這個人之前做了什麼，但是呢，他起碼回轉了，回轉向自己的時候，你就不應該再殺他了。但是從一個人的角度，押尼珥曾經是我们的敌人，曾经大衛當王的時候，押尼珥不歸順，押尼珥仍然要支持掃羅的人做王，那這就是敵人，敵人就應該殺掉。而亞瑪撒呢，大衛還做王的時候，你就支持押沙龍起來叛變，這樣的叛徒，即使你歸順了，仍然要殺掉。這是從人的角度，也就是說，從敵方投誠過來的人，我是永遠不會相信你的。所以呢，在戰場上我沒有殺掉你，那就在和平時期我把你做掉。這就是約押的處事原則。而對於大衛來說，他不這麼看待問題，他覺得即使這個人錯的再多，只要他回轉了，我就仍然要原諒他。這裡面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當時亞瑪撒支持押沙龍當王的時候，押沙龍是大衛的兒子，兒子呢起來反叛他的父親，而大衛面對這個逆子的時候，他仍然希望呢下邊的人不要去殺害押沙龍。所以我們在這裡看到，其實從神的眼光來說，看待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押尼珥有沒有錯？有錯。亞瑪撒有沒有錯？也有錯。但是只要他回轉了，神都希望能夠留存他的性命。而約押不太懂這
這些。所以這段聖經呢，就告訴我們一個處事的原則，也就是說呢，雖然這2個人對我們看來這都是叛軍裡的元帥，但是一旦他歸順了以後，你就應該好好待他，不應該呢去殺掉他。如果你殺掉他了，在神眼裡這是很嚴重的罪。但是說到這裡，是否呢我們還會牽扯出另外的一個問題。其實有一些人对約押的解讀就是說这個人心狠手辣，說这個人不擇手段，所以对这個人永遠是一邊倒的非常負面的這種評價。但是我們看到大衛最後的這段話裡面所提到的只有押尼珥和亞瑪撒。約押這個人一生殺人無數，但是呢，對於我們而言，約押殺掉的其他人，我們仍然是記憶猶新的。比方說，當年大衛指使約押去殺掉烏利亞這件事情，雖然大衛是主謀，而約押呢，也是一個幫兇。而後來押沙龍反叛大衛的時候，大衛是千叮嚀萬囑咐，不要去殺押沙龍。但是約押是怎麼做的呢？約押不僅把押沙龍給殺了，而且呢，押沙龍死得非常的淒慘，相當於是亂棍打死。那麼這段聖經中為什麼不提這些事情呢？約押去殺烏利亞，約押殺押沙龍，算不算罪呢？按照聖經的解讀，這2件事情又該怎麼解讀呢？然而我們看到約押這個人面對大衛的態度，其實有些時候也是很有意思的。雖然約押有很多次違背大衛的命令，因為我們前面提到過，約押對大衛是絕對忠誠的，但是如此忠誠於大衛的一個人，為什麼會違背大衛的命令呢？為什麼會反抗大衛的命令呢？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大衛說不要殺押沙龍，而約押就是把押沙龍給殺了。殺掉以後還不許大衛哭。大衛在為着自己的兒子死去而悲傷的時候，約押是怎麼做的？約押給大衛一頓教訓，甚至可以說是劈頭蓋臉的罵了大衛一頓。而後來我們知道大衛一生中2次主要的犯罪，第一次是年輕的時候跟拔示巴的犯奸淫，另外一個就是年老的时候數點人數。那麼這2次事件約押都有參加。那麼在大衛晚年數點人數的時候，約押其實也是反對大衛的，甚至聖經中記載約押厭惡王的命令。那麼從這些角度來看的話，約押真的是忠實於大衛嗎？因為約押的確反對大衛好多次，而且對大衛的命令也不是完完全全執行的。那麼約押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我們到底要給約押做一個怎樣的評價呢？今天我們通過這段經文已經很明確地知道了，約押在和平時期流人的血，這是神絕對禁止的，這是一定要受到懲罰的。我們知道約押也最後被所羅門處死了。但是我們對於約押這個人的評價，是不是就會因此而一邊倒的整個否定這個人呢？我們在約押這個人身上所學到的，是不是只有和平時期流人血不對這麼簡單呢？最近一期原來如此的節目中，我們提到了掃羅。掃羅和他的家族在逼迫畸变人的時候，同樣犯了和平時期流人血的罪。最後掃羅和他的家族也很慘。那麼掃羅殺了不該殺的人，約押也殺了不該殺的人。那麼掃羅和約押是一樣的嗎？顯然是不一樣的。
我們能夠從掃羅身上學到掃羅的東西，也能夠從約押身上學到一些約押所獨有的東西。所以今天我們先为大家揭示圣经中这段为什麼要把約押處死。按照聖經中的真理，這是沒問題的。那麼我想在下一期的節目中，我們還要再深入的去分析一下約押這個人更多的屬於他自己的人格特質，以及呢，我們怎麼能夠折中的去客觀的判斷這個人，而不是一邊倒的把約押就當成一個壞人，一個負面的人。而聖經中我們看到，其實很多時候約押的做法也是對的。起碼在大衛晚年數點人數的時候，整個一個國家那麼多的大臣中，我們只看到約押對這件事情是最敏感的。他很清楚的知道大衛做這件事情是錯的，所以約押的身上也有比較屬靈的一面。我們面對一個人，我們看待聖經中這麼多的人物，我希望大家能夠更全面的去理解他。這樣呢，我們不至於很簡單的把人分成屬靈和不屬靈，把人分成好人跟壞人。而事實上人是很複雜的，人沒有那麼簡單。所以這一期節目呢，我們先分享到這裡。我們下一期節目呢，我們希望能夠更多的進入約押的內心，能夠正確的來看待這個人，也希望大家有心理準備。也許下一期節目中，我們所分享給大家的約押，和你心目中的約押有很大的差距。同在，我們下期見。